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台湾跟美国的关税到底何时会出炉？大家都想要去问这个问题。而今天有一个人给我们一个答案，他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今天说了，他说我们即将与台湾达成一项重大的协议，而且这件事情，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也有说这件事情。他说对，现在即将快谈成了，而且不单单只是关税，还包含了232条款在里面。而台美谈好的这个关税，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的美国有多么迫切需要我们台湾，因为我们台湾有晶片、有 AI， 他们知道在晶片跟 AI， 这是美国要再次伟大甚至复苏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你看到马斯克他先前在发言的时候，他特别针对一件事情，他认为他对于美国的债务，他其实是没有抱任何的信任是在上面，因为他认为利息缴得非常多。但是他说，如果今天有 AI 的话，今天人工智慧跟机器人如果不能解决我们的国家债务问题，那我们真的就完蛋了。所以他必须靠 AI， 他必须要靠晶片，他必须要靠机器人才能够成功去翻身。所以对美国来说，他现在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当 AI 的领头羊，他甚至要不择手段，而不择手段到怎么样？现在连人都可以杀了吗？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位他是前 OpenAI 的员工，他是一个印度裔，他被人家称为什么？他跟天才一样，他帮 OpenAI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他在 OpenAI 任职完之后，他离职了，离职过后竟然没多久就死亡了，而且死得非常的离奇，所有人都说这一定是一个谋杀案件。但是最诡谲的是什么？是谁杀了他？现在大家竟然把矛头指向是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你没有听错，现在是奥特曼这个 OpenAI 的执行长被指控，就是你杀了他。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全民讨论的阶段，所以是从今天对于美国来说，我今天要发展 AI， 我今天要发展晶片，我今天发展机器人，但是现在真的痛下杀手到，不择手段到。真的连人都可以杀掉的吗？没错，美国为了发展 AI 来说的话，真的是不择手段。照我跟你讲，这个川普呢，他上任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搞 AI。你看他要各国来美国投资，要投资什么？投资 AI。对。然后到全世界，到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都是要你什么投资 AI。因为伊隆马斯克说的非常清楚，你看我们国家的债务，现在美国国债是多少？36兆。美国36兆国债，他每一年呢，他政府还要再支出2兆。对。他这个钱是一直不断的累积啊。所以伊隆马斯克说什么？如果人工智慧和机器人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的债务，那我们就完蛋了。所以美国就完蛋了。但好，不只是美国完蛋。他们的个别公司，譬如说像伊隆马斯克要发展 AI，Google 要发展 AI， 奥特曼要发展 AI， 没有办法发展 AI 的话，你公司也会完蛋。对，所以不论是这样，你在 AI 没有发展成功，你就是会完蛋。那会完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你看最近卢特尼克昨天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不是说我们即将与台湾达成一个重大协议？赵尔为什么他跟台湾达成重大协议？他需要我们啊。没错，因为我们的 AI 领域他需要我们，所以他一定要跟我们达成一个重大协议。另外一个，美国在看什么？这个人是谁？这是奥特曼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你看他的眼神，赵尔，你跟我说，他这个眼神是怎样的眼神？很惊恐，很慌张的眼神，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前一阵子来说话，有一个在 OpenAI 工作的一个印度裔天才，突然之间就过世了。那他过世之前，他指控说，你这训练 ChatGPT 啊，你用不择手段，而且你可能有疑似不尊重智慧财产权的这个状况。赵尔，如果真的假设他的指控为真的话 ，ChatGPT 是完全就作废了。对，那怎么办？当他出来指控之后没多久，他就在家里面自杀身亡。哪有这么离奇的事情？问题是没有人相信他是自杀的。对，那虽然说这个说警察啦都说他是自杀，但是没有人相信。甚至你看他接受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表情？是因为他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就我们那个卡尔森这个主播呢，赵文亮，国外媒体果然不一样，他马上就跟你说。我认为这个所谓这个印度裔这个巴拉吉之死呢，我觉得你很多疑点，你要不要好好解释？就像是跟他解释，他就开始脸色表情就很怪，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难道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巴拉吉的过世来说啊，跟 OpenAI 的执行长有非常大关系，因为如果他抖出更多的话 ，OpenAI 是整个完蛋的，整个就毁了。所以有人说是你在幕后主使，所以我才说，真的假设这件事为真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了要搞 AI 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可以不择手段，伊隆马斯克可以不择手段，奥特曼可以不择手段，大家都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连杀人搞不好他们都做得出来。所以，施总，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单纯，甚至你看到？
伊隆马斯克直接讲，尽管检察官今天尽管是警察跟大家讲是轻生案件，但他说不是哦。这个是一起谋杀，对，绝对不是你表面上看的是轻生哦，这是一起活生生的谋杀案件。对，没错。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就是印度裔的这个天才，那叫巴拉克。好，巴拉吉，那他是在做什么呢？他事实上在做就 ChatGPT 4的这个资料工程。然后在2024年的11月的时候，被人家发现到说陈尸在他旧金山的这个住处。然后陈在旧金山住处的时候，后来他们都认为说是开枪轻生的这个状况，就没想到这个奥特曼去接受这个卡尔森的采访之后，大家觉得说你这个表情怪怪，所以大家又开始重新聚焦这个案子。那你看，连伊隆马斯克，对他的 X。He was murdered， 就是他是被谋杀了。当然了，伊隆马斯克跟 OpenAI 的这个所谓奥特曼本来就有仇，或许他这个时候故意踹他一脚。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在讨论这件事。好，那他到底这个巴拉吉到底干了什么事呢？第一个，他是一个美籍的这个印度裔的美籍的天才，然后他11岁就开始写程式，哇，11岁我们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还写程式，13岁能够自行组装电脑，17岁就被这个当时的这个另外一个 Quora 延揽，然后到高中时间的时候，他在美国的计算机的奥林匹克的决赛的选手，所以他等于是非常厉害。然后他2021年的这个毕业之后，他就加入 OpenAI 担任这个研究员。好，所以他2021年加入 OpenAI 的时候，那他在里面干什么？他就在负责训练 ChatGPT。对 ，ChatGPT 从1、2、3、4，他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劳。好，然后他在2023年的8月离开这 OpenAI， 就工作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离开了 OpenAI， 然后他就开始批评 OpenAI。就说呢，你使用版权保护的材料来训练 AI 模型，触犯了这个法律的底线。简单来说啦，譬如说赵和你有写一本书，那我又用你的资料来训练 OpenAI， 但是我并没有获得你的核可。对，这样当然不行啊。对啊，所以他就说你就用这样子啊，你都用这样的方式啊。为什么你的 OpenAI 会这么强？就是因为你触碰了很多道德的底线。那当时呢，巴拉吉甚至还有这个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因为《纽约时报》这种媒体一定说，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嘛。然后更重要的是，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数据抓取行为，可能对原创内容的创作者的经济利益造成直接损害。对，你看我拿你的资料来弄的话，你卖的书是卖的少，那很多原创者的话，他就觉得这样受伤害，所以他认为说这样不行的一个状况。就没想到当时 OpenAI 已经被很多人控告了，因为当时可能赵和你也发现到，他怎么用我的书，你就告他。所以那时候呢，这个巴拉吉的这个他的文件就列为非常重要，所以他的证词有决定性的法律意义哦。所以他等于是在《纽约时报》上面讲的，在11月18号的法庭文件中，他已经变成一个关键的证人。对，结果他列为关键证人之后，没多久，离奇的死亡案件就发生了。没错，我们要讲11月18号，对不对？接受媒体的访问，对不对？就没想到1个礼拜之后，11月26号。巴拉吉突然就死在他旧金山的公寓里面，还有这么扯的事情，1周哎。那好，那因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说他自己是轻生呢？因为他的12月21号，他是他的这个26岁的这个生日，他才刚庆祝完他的生日，然后2天之后要飞到加州跟母亲团聚，然后11月26号之后就在他的公寓发现他遗体，所以以时间点来讲话有点奇怪。好，那我们就讲，那这一次呢 ，OpenAI 的这个奥特曼呢？去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播卡尔森去访谈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因为他就说，卡尔森就问，直接面对他，就说你是不是这个人家有人怀疑这样子，就这个奥特曼就显得很不自在，对，然后他就努力保持冷静。他说，确实是个巨大的悲剧。根据调查结果，他是自杀。他就像是我的朋友一样，虽然不是亲密朋友，但是他在 OpenAI 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就我所能了解的资料来看，这的确像是自杀。而且卡尔森啊，他听完他讲完之后，他很犀利哦，对，他就直接提出了，你看到1、2、3、4、5、6、7点，很多点。他第一个，这个人才刚度假中回来，是。第二，他回来的时候，他到家的时候才刚订外送。你今天要轻生，你为什么要订外送？对，很奇怪。死前你还跟家人通话，家人也说没有啊。一切的情绪非常非常好啊，没错。有遗书吗？没有遗书。对，而且天哪，2个房间内有打斗的痕迹，还有血迹。是，如果我今天我要轻生，我就一个地方去做这件事情就好，我需要跑到其他的地方是吧？不用。对。最离奇的是什么？在这个房间内有监视器，但是离奇的事情没有画面。没有画面，为什么没有画面？他的线路被人家剪掉的。是，甚至还哪有那么扯的？还发现了不属于他的假发。好，那我们就跟他讲。当然了，这个卡尔森提出这么多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眼神是越来越怪异。好，那整个
结束之后，你要网友怎么去看他们的访谈吗？他说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全在他的肢体语言就表示了嘛。对，毛骨悚然的眼神，还有不知所云的言论，完全像是一个杀人犯的纪录片。因为OpenAI 的奥特曼，他其实是能言善道了，但是他在整个访谈里面，他就好像。他慌了，他慌了。你看，这是我们印象中的奥特曼呢，那个年轻恃才傲物，然后是 AI 教皇的奥特曼吗？不是所以他这个访谈为什么大家会开始怀疑他？好，那我们就跟他讲，他刚才不是有很大量的资讯，这都是有些照片的。譬如说，你看，这是他死前的时候，他死了之后，他才从朋友的这个加州的这个卡塔利纳岛度假完回来。你看，刚度假完，非常开心，这是他在度假的这个照片。然后第二个是，刚才不是说死前的时候，你看，这是他下楼去拿这个。他有外送嘛，外送 Uber 嘛，下楼去拿食物的，然后拿食物回去吃。你看，就是他当时吃的这个食物，就是这个。对，没错，他下去拿了，对，没错。拿完之后，他也没有什么怪怪的，对，他也很顺利的。你看到他拎着食物，他就直接上来了，上楼。你看，完全看不出一个这个好像怎么样要轻生的这个迹象。然后这里面还有，你看他轻生的这附近来说，还有他的这个之前没有吃的东西，对，桌子看起来也还好，对不对？然后呢？他因为他轻生的时候，浴室很多处都有非常遥远的这种血迹的喷迹，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不是近距离，是很远的这个血迹，那为什么会喷到那么远？大家完全无法接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他是自杀轻生，那轻生的话为什么会有打斗的痕迹？你看这好像有这个东西被拨到地上，不是打斗的痕迹。如果今天说他才刚刚从国外回来，他今天才刚刚玩回来，你说他的房间里面或客厅里面乱，那也就算了。对。但这是有打斗的杂乱的，这是等于是有冲突、有愤怒、有摔东西，是才会有这种场景。比如说什么玻璃破掉啦，或是一些什么不该丢的东西掉在地上啊，这个很奇怪嘛。对，这个很像就不是，如果你回来这个脏乱的话，是可能是行李没有整理好，但是这个不是嘛。然后血迹来说就是乱七八糟，不是只有在他轻生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有血迹。对，所以呢就让他觉得奇怪。但是问题是法律的见解就是说他是自杀，所以呢那这件事情的时候。巴拉吉的母亲就不开心，她觉得这个不是这样，她在多次的公开场合里面就指控，你看这是一个场合里面，她就直接指控说，这个我的儿子啊是被奥特曼用这个命令式的方式，当然不可能是奥特曼自己干的，他是幕后的主使者。好，那到底是不是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他父母亲的一个指控。好，那为什么当初会被用所谓的这个自杀结案呢？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被子弹呢击中，他就像轻生，然后轻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颗子弹打过他，但是他说后来他认为说有2颗子弹，但是事实上。法官就认为说只有1颗子弹，所以就因为1颗子弹，所以就被认为自杀，因为没有发现第2颗。太离奇了，被子弹击中了，总共有2次，对，结果你只发现到1颗子弹，没有第2颗子弹，你就认定是轻生。照你看，这就是这样，这是他的头部的这个放射线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他的脑哈，这是他的大脑，然后就是2枪，1枪是从这个地方进来，对，1枪是从这个地方进来，对，哦，那这有点奇怪，为什么吗？赵，你知道吗？实际上他。这个枪，这个子弹是留在他的脑袋里面，就是检方有发现到这一颗脑袋，那是因为卡在他脖子后面的一块骨头，所以卡住了。但是第2颗枪进去有这个轨迹，但是枪的弹头不在里面。对，好，那这引起人家奇怪的是什么东西吗？赵，你知道吗？因为他轻生的时候是他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因为两枪嘛，你看嘛，一个角度是这样，这是我们的人的前面鼻子的位置。是这样进来，对，还有1枪是从这样进来，赵尔轻生有可能是这样开枪吗？对不对？你说你从前面那也就算，是从后面，对啊，怎么看？你用想象中，这根本就是一个谋杀的那种感觉，不可能。我们跟他讲，后面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前面这个也不太可能，因为它是有点像是仰着这样子的开。对，一般来说好像都是从下面对平行开比较有可能，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啊。所以从这些蛛丝马迹，他父母亲坚决不肯承认他是轻生的。好，那我们讲目前为止来说，就已经变成是为什么 OpenAI 的这个奥特曼会在昨天表现的那么慌张？对，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时刻。为什么？第一个，现在 OpenAI 要推出这个新的语言模型。那他需要烧更多钱。第二个是什么？他最近不是跟这个所谓甲骨文还有博通达成这个巨额贸易？他不是说要4000亿的这个订单下给甲骨文，然后又要跟博通买多少晶片？100亿的美金的晶片，他需要钱啊。那需要钱，问题是什么呢？照那他目前为止 ，OpenAI 每年要亏数十亿美金。
然后呢，今年是有机会达到这个年收入130亿，但是还会继续亏。他说一开始都会一直不断的亏，一直不断的亏，亏到什么时候？他说到2029年的时候 ，OpenAI 将亏损440亿元左右。就累亏440亿，但是那一年才会首次赚钱，要等到2029那你看到2029，他还要亏到440亿，所以他的资金来源已经成为一个压力。所以现在假设他真的卷入了这个所谓谋杀案，那你怎么办？我本来垮了，而且你这个 ChatGPT 的这个 for 的或是之前所训练的，都会面临到非常大的这个诉讼啊。所以这就变成是为什么他昨天采访的时候压力这么大。好，另外一个我们要讲。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讲奥特曼，他跟伊隆马斯克处得不愉快，但不可否认，奥特曼他的确也有他邪性的一面。邪性对，什么邪性？第一个，你看，我们要大家都互相挖来挖去。那前一阵子在说话，因为伊隆马斯克旗下有一个叫 XAI 嘛，他就告什么？告一个叫李学成的这个华裔的工程师，他就说什么？因为啊，他被这个 OpenAI 挖角了，所以 OpenAI 挖角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把这个XAI 里面的 Grok 大语言模型的这个相关的应用程式呢带走了，然后带走了之后带到这个 ChatGPT 里面去了，所以他就告这个 OpenAI， 还有告这个所谓李学成。你看，这是联邦法院的这个所谓 XAI 向李学成告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状况。所以今天就是他这个人，对李学成，对，他原本是在马斯克这边做，对，结果他把他所有资料，对，全部带走到了 OpenAI 去，是，结果现在就领到这一张诉状。对，那你看，伊隆马斯克还回复他就说没有错。他呢接受了 OpenAI 的邀请，然后上传了我们整个城市的城市码库，所以他就不爽嘛，不爽了。好，那我就讲，现在大家都因为有这个 OpenAI 的挖角，大家都知道，譬如说像这个 OpenAI 自己知道说我被你避免被你挖角 ，OpenAI 说什么？我们现在未来每一个人员工都获得$150万的这个奖金，无论是资深员工还是新进的同仁，全数适用。所以现在是什么？大家各自抢人，对，我管你是其他国家跟什么。我就是抢，而且我用钱，我要把你挖来；我要用钱，我要把你狠狠的留着。对，没错。好，这就是整个目前竞争这么激烈。没错，就是这么激烈。好，那我们就跟他讲，因为伊隆马斯克也说了嘛，如果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不能解决我们国家问题，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是讲吗 ？OpenAI 跟甲骨文签了一个$3000亿的这个运算中心嘛，对，就造成到$3000亿之后，就现在全球首富就换人了，换成谁？换成这个艾里森。艾里森来说，他等于是因为这个甲骨文一天涨了35.9%，让他身价一日超越过伊隆马斯克，变成是世界的首富嘛。所以呢，现在首富呢，其实也都跟 AI 有相关。对，所以呢，事实上我就讲，不只是美国的问题，不只是公司的问题，还有很多个人的问题，都要靠 AI 来解决一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所有人的焦点都在 AI。那所有人的焦点都在 AI 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们台湾。国正，我们刚刚讲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一场 AI 战里面，川普绝对是不能输的，不能输之后不择手段。什么叫做不择手段？你看到哦，在这一次他刚刚已经放话，他说跟台湾谈一个很大的协议，而且我们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也都说了这件事情，这代表一件事情，只要各国有什么好，我今天川普。全部都要的，所以他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就要完成了，所以他现在公布了出来是台湾跟瑞士嘛。那瑞士给了什么？瑞士本来是不理他，瑞士说我本来没有加你关税，结果瑞士被他克了39%，全世界都吓到了。所以瑞士跟他谈什么？川普要他什么嘛？所以瑞士就答应说，他的经济部回应说，我们其实打算除了关税之外，也有个黄金计划，因为川普可能希望他在美国建精炼厂，因为瑞士的黄金精炼技术非常好，所以以后瑞士要在美国盖黄金精炼厂，在美国就地生产黄金，那是这一块。再来，川普很像一块一直在跟瑞士讲的，就是我要制药业，因为现在很多医药业要么在瑞士，要么在印度人手里，甚至在中国手里，甚至还有一句话说，美国的官员在讲，我们如果有一天跟中国打仗，还要一边打仗一边跟中国说你卖一点药来，因为我的士兵受伤了。所以川普很不希望这件事情，所以瑞士现在做了什么事？研究在美国投资制药业，然后让美国以后制药业不仅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出口。所以美国川普要了制药业伟大，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所以瑞士就给了2个东西，要给他美国要炼金厂，还有再来就是给制药业来完成川普想要这个拼图。以后打仗我不需要中国的药了，甚至最顶尖的药就在美国生产。那再来，日本卢特尼克今天也讲一件事情是很重要了。日本不是说投资$5500亿吗？现在卢特尼克已经讲出来了，
这分成2部分来执行。第一部分，如果日本还没有回本之前，日本可以先拿走90%。那如果日本拿回去这本5500亿美金之后，再来就是美国拿90%，日本只能分配利润1成，等于这5500亿，日本回本之后都归美国。川普一直看到美国铁锈带这些摇摆州不是失业很严重吗？所以日本人拿出这5500亿美金之外，还要去帮他13个钢铁厂给更新，用最新的设备，有42000个家庭的生计都要照顾到。接下来要创造7万个工作机会，因为2026年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了，这些摇摆州很重要。再来，日本制铁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炼铁技术，它比美钢还要厉害很多，所以它要嘛还要日本制铁进来之后，你还要投资钱，帮我的钢铁厂更新，然后帮我创造7万个工作机会。还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叫做民用的外壳、军工的内核，这什么意思？就是用炼铁的技术。参与美钢投资之外，要造航舰跟潜舰的关键钢材，要来帮他升级这个钢舰的关材，所以等于他要把美国的钢铁业重新翻新一遍。瑞士贡献了制药业，贡献了黄金业，再来日本贡献钢铁行业，贡献5500亿美金。对，讲韩国嘛，韩国3500亿美金嘛，所以它好的话可以分配这些嘛。那韩国有一块也是美国想要了。造船工业，所以韩国的造船厂韩华的海洋去年买了宾州的费城的造船厂，接下来还要再参与美国造船业的再次伟大，那还一样又是民用的外壳、军工核心，就要帮美国怎样？它的航舰、美国的海军舰队，包括维护、修理跟翻修，都希望能够帮美国海军的军舰提供这样的服务。等于韩国造船业趁这个机会到美国去协助美国重建它的无敌海上舰队的能力。所以韩国有个任务也是很重要，这也是川普想要的，让美国的钢铁业跟造船业都能够回来，对美国的军工产业其实帮助非常的大。那大家贡献一块了。再来，我们刚才就是谈到 AI 很重要嘛，所以台湾要贡献什么？为什么台湾快要谈完了？你看完说台湾就要贡献半导体了。对，看完瑞士贡献出什么，日本贡献出什么，韩国贡献出什么，所以我们这一次还是这样子看的。我们这礼拜其实台湾是世界的焦点，因为半导体展在台湾办，但是有一个焦点更亮眼，就是亚利桑那跨党派的参议员、州议员都来到台湾，甚至他讲一句话：以前几10年可能连美国人都不知道亚利桑那州的位置在哪里，很多人根本不关心亚利桑那州，结果人家州议员现在来到台湾之后，告诉别人是什么？亚利桑那现在已经闻名于世界了，台积电让亚利桑那处于美国最亮眼位置，所以它摊位很大哦。这是美国来了5个州，然后挂了很大的国旗，告诉别人美国半导体复苏之地就在台湾。然后亚利桑那就美国半导体的复苏之地就在台湾，因为有台积电，所以亚利桑那州现在闻名了。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很清楚，美国要做什么事情，台湾要帮他什么？美国半导体 AI 复苏之地就在台湾，台湾的2500亿美金恐怕也跑不了，要帮他怎么样？让整个半导体在美国复苏，所以这次来了5个州，有4个公司，美国公司来参展，所以台湾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帮美国盖出一个竹科，因为台积电现在碰到一个问题，6个晶圆厂加2个封装厂，如果没有半导体供应链去的话，其实也盖不起来，美国也很难生存。所以台湾的很重要任务就是帮整个竹科的模型在美国盖出来，美国复苏之地。那再来，中国要在什么？其实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这几天刚刚公布美国的物价指数 CPI， 发现没有涨很多，你知道吗？所以卢特尼克跟贝森特都讲出一件实话了。其实关税各国都吞了，我们这些盟邦都没有对美国人涨价，所以他们物价很好。再来还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产业界叫金9跟银10。黄金的9月，白银的10月，这2个月都是景气最好的时候。为什么是景气最好的时候？因为圣诞节，快乐的圣诞节正在备货，所以为什么最近美国不跟中国谈？他没有收杀手锏，是因为正在出货。金9银10，圣诞节比什么都还重要。如果圣诞节没有货，美国人要翻了不止没有货还不能涨价，重点是还不能涨价的涨价，所以重点就是物价不能涨，所以这些货出完之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次美国也讲了一件事情了，卢特尼克跟贝森特已经讲清楚了，印度这些国家跟 G7这些国家，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配合我制裁邪恶轴心。如果继续跟俄罗斯买油，我们就要课50%到100%的关税。然后跟墨西哥也说，你也要课50%的关税。所以什么时候要动手？其实4大产业都要到了，再来就是要这些盟邦。圣诞节出货完之后，就要正式动手，对邪恶轴心开始动手。你不跟他脱离关系，不俄乌战争停火，我就正式课100%的关税。那时候怎样？圣诞节就不用担心，因为货都出完了，所以最快的时间可能就在10月底。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印度的天才巴拉吉，为什么他的死亡现在明明是去年的事情，现在大家又再翻了一次？因为大家觉得说每一个死亡案件背后恐怕都有一些有人藏着的秘密。为什么今天这件事情突然要检视它？因为柯克的死亡，现在全美到现在都很震撼这件事情，大家还在想凶手到底抓到没？这背后是谁叫他下手？是个人行为吗？还是这幕后还有藏镜人呢？现在全美都在问这件事情。赵和，不管是你刚提到的印度天才，还是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右派最具青年影响力的 KOL Kirk， 这2个人哦，他们的死亡死因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定论。第二件事情是，他们2个的死亡也牵扯到整个美国社会左派跟右派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对峙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美都在看 Kirk。并且全力气凶，想要找出这个 Kirk 他到底是不是死在激进左派的一个手下？那现在呢，这一起死亡案件也牵动了美国社会，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反而急速的向整个右派急速的摆荡，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总统就川普把这个 Kirk 当成是一个英雄，而且呢给予最高的荣誉，除了呢就是降半旗，全美的国旗降4天的半旗之外，同时宣布要颁给他总统自由奖章，就是这个，对，这也是美国总统给平民的最高荣誉所以可见其实川普真的有如痛失英才，他甚至说那个 Kirk 是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的。第二个你知道吗？除了川普跟他有私交之外，范斯你知道 Kirk 在生前他曾经说过，2028年他绝对会把范斯变成是美国的总统，所以他跟范斯之间是交情非常好。那你知道他是911的时候发生这个不幸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本来范斯要去跟川普一起参加911的追悼式，没有想到这个悲剧发生之后，范斯马上变更他的行程，直接跑到犹他州去迎接就是这 Kirk 的遗体而且把 Kirk 的遗体从就是犹他州，然后回到了他的故乡也就是亚利桑那州，而且用空军2号这个专机把这个灵柩送回到故乡，然后呢把这个 Kirk 的灵体就送回到他的一个遗孀旁边所以你就知道由此可见他们交情真的是宛如至亲那这一起事件也让全美的一个右派就愤怒，全力气凶。那现在呢 FBI。有把一些相关的照片给公布出来，现在悬赏10万美金就是现在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士这个人他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墨镜，以及同时身上穿了一个，所以就是这1、2、3张，结果他穿的是什么？你看到这几张照片，他穿的是一个秃鹰飞越美国国旗的图案。是，现在就有人讲到底下手的是不是真的是激进的左派分子？然后呢，这个激进的左派分子，因为有人就说他穿这个衣服看起来不是左派会穿的衣服那所以现在的争论就很多。那不管怎么样，现在 FBI 调查人员有在一个，后来现在发现说他是趴在那一个高点处也就是屋顶上进行相关的行凶，而且呢，这个行凶之后他就马上迅速，甚至有拍到，你看画面上，看到他跑离，看到他跑离现场。然后呢，而且呢，他那个爬下建筑物的时候，留有这个掌印以及其他的 DNA 那他同时也把他的凶器给遗留在现场，发现是个步枪，里面竟然还有3颗没有使用完的子弹然后现在有非常多右派青年，尤其受到 Kirk 他过去这10几年来他的演讲跟他互动过，然后被他因此而在那个观念上改观的这些年轻人，全部都站出来他们就在那个爱达荷州的一个议会大厅，举办了这个烛光晚餐纪念他然后高唱 God Bless America，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氛围事实上是非常，我跟你讲，那看起来你就真的觉得代际大条就是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人物美国右派的一个精神领袖就真的这样子死掉，所以你知道美国现在其实非常动荡哦。那还有包括自由大学啊，就全部的人都为他们的这个科尔还有他的遗孀在祈祷，因为他们2个人好像也是有所谓的自由大学的这个学位哦。那还有包括哪里？还有包括西雅图市中心，我们都知道西雅图是民主党的一个重镇，但是现在也全部就是支持科尔他们这种右派思想的人也都站出来哦。那他也曾经这个讨论到台湾的议题哦。什么讨论到台湾的议题？曾经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留学生在美国留学啊，他就说你们美国政府啊，现在要裁撤这个你们这个右派的意见啊，所以要裁撤这个教育部啊，就是这一个。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裁撤教育部啊？你们这样如果美国裁撤了教育部之后，那你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中国还有其他世界各国的比啊。他就讲了一个最后一个 conclusion 结论是什么？你要战胜一个像中国这样强大的独裁国家，你不能比他更独裁，你只能比他更自由。好，那现在来了。那我们都讲嘛，那你是右派相对来保守，那真正的自由不是左派吗？我跟你讲，这起事件为什么现在这件事情大家那么愤怒，就刚好他之前发生的乌克兰女，这个她到美国寻求庇护，竟然死在这个就是美国这一件事情，这个流浪汉的手上嘛，现在被人家起底什么？就是我昨天有提到了，天哪，现在竟然是真的，那个让这个这个流浪汉14项前科却不用被抓去关的这个法官最后这个裁定他的这个法官现在被人家发现了，他原来本身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司法教育训练，真的假的？他是 DEI 出来的，也就是他本身就是受到那个多元包容政策而有的这个变成是所谓的一个行政官。你知道他以前在其他州他是干嘛吗？他是炸鸡店老板他是卖炸鸡店老板变法官，就变法官之后你就放了这个人出来。就最后发生这种事情，我就傻眼。你看旁边的人找出来啊，他说2021年的时候这个 Teresa 她就是女童嘛，然后呢而且她不仅是女童，她的家人她的兄弟还因为吸毒然后离开。那她说她自己本身我是不知道她本身有没有吸毒的潜力只是说她接受采访，她就说所以我可能了解这种瘾君子他们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人家更谴责那个法官重放。你如果有深入调查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不能重放，他们全家都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暴力犯罪记录。他的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现在在坐牢，你知道他怎么样坐牢吗？天哪，他也是犯下杀人2014年因为一起谋杀案服刑27年到36年，然后呢也是因为抢劫了一个65岁的老先生所以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就杀害他。所以人家心里想说，他们还有他的爸爸，他爸爸也曾经犯下过什么犯罪啦，然后也是去抢劫啦、非法闯入啦、窃盗啦、持有武器啦，全家都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记录，而且他自己本身有14项的一个前科，在这种情况之下，竟然还被曾经卖过炸鸡的法官给重放了。玉凤，我们刚刚特别讲一件事情，现在对于美国川普来说，我在 AI 上面我一定要赢，我要赢，所以我要无所不用其极，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各个国家有什么，我们都一定要把它拿过来，一定要拿过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在台湾上面，现在对于台湾来说，现在有多少跟美国的合作案例？结果没想到跟美国的合作案例完之后，我们签少多少备忘录，甚至多少技术交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中研院就出了事，竟然有内鬼。这内鬼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当你跟美国合作，当你有内鬼，当我要拼第一的时候，你还发生这种事情，就不要怪我。把所有的资料通通给你，全部把它清干净。好，最近有几个新闻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一个是泄密，一个是国安，一个是军购，可是你把它兜在一起，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彭源？彭源就是九鹏基地来讲的话，都是一个机密的一个标案。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基地。可是呢，竟然有人把这些标案拿出来兜售，真的假的？直接泄露国家机密，一份卖多少钱？卖10万。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卖贵一点？这根本是贱卖吧？真的贱卖啊！但是呢，这些人很厉害这些人灵性技术师他就告诉大家说，你这个10万买了之后你稳拿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种军工的标案其实都是限制性招标，不是你阿猫阿狗可以来的。那你来标了之后呢，如果你不知道规格，你也标不到。可是呢，这一个中科院的灵性技师告诉你说，这个你就10万买进去，你就可以拿到那个规格之后，你就可以得到2.4亿元的一个标案。抓了他之后呢，你知道吗？
从后面慢慢拉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家厂商有问题。哪一家？就是这一家达运。达运其实你如果对它不了解，我告诉你，它就是军工股，它的主要营收就是来自我们的国防部。对，结果呢，往上拉出来之后呢，竟然找到这个董事长，然后去开庭。去开庭之后呢，其实中间有休息，然后吃便当的时候呢，他还在地检署的大门口呢，地检署的这个休息区呢，跟他的律师有说有笑。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等到下午再次开庭的时候，声压了。因为这间公司来讲的话，美国觉得它大有问题，对，美国人出手了。其实后面很多事情，尤其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呢，美国人就把资料丢出来了。对，因为你台湾真的是太慢了。因为中科院这件事情，我们告诉大家，中科院这件事情弄多久了？你知道吗？今年1月份就有这个内鬼的事情出来了，黄国昌开了2次记者会，还没有办法来处理。结果美国人不忍了，美国人直接出手，就把这个达运的女董事长直接处理掉了。对，那处理掉之后，大家就想说，那你跟美国人跟这个达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现在台美要合作，你只要跟军事有关系的、跟国安有问题的，你都要干干净净。对，现在美国就觉得你这些人、这些内鬼，你就是不干净。你今天如果东西敢在台湾直接泄密呢，那你会不会直接把所谓机密拿到中国去呢？而且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达运它是上市公司，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业务是在美国。美国你知道吗？有40%的宽频放大器都是来自于达运，然后呢，还有 cable。因为他们宽频放大器有些电视也有在使用，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为什么在这一次来说的话，前面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查也查不到达运，但是呢，当老美一出手的时候呢，你就准备要积压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台湾跟美国要互相合作的话，你是不容许有任何的间谍在这里面的，不然美国给你的资料，难道你们这些人，你可以卖中科院的标案，你可以卖彭元的一个标案，难道你不会把这些东西丢给中国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